1972年，一款相机被设计给战场，它必须在沙尘、极寒、震动中依然可靠。它不是艺术家的工具，而是情报人员的眼睛。这就是徕卡 KE-A7，全球仅有500台，是冷战时期最神秘的军用相机之一。今天我要亲手开箱这台为战争而生的徕卡。欢迎来到一群网友，我是一群网友 Ryan。大家好，我们一起是王总好久不见，是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你看我一直我笑得很严重，笑得很重，我对它非常陌生，因为它的型号跟一般徕卡完全不一没样，有关系，它叫做 KE7A 嘛，是怎么这么特别的型号？当然这个网络上要科普它的历史很多了哈，它是1972年美国陆军跟德国欧德的一批军用机啊，真的是在军用机。所以1972年是属于美国跟苏联在冷战时期的时间，所以那时候应该都会属于间谍机系列这样。反正就是军用机嘛。哦，那它用的K17A， 那这重点我为什么笑得这么严重？这一颗镜头啊，叫 Aoken 是50f2， 所谓的50 Summicron。好，那我简单讲一下 K7A 当初其实军用版后面嘛，我们后面你看有一个美国 US， 这是真的美军的编号。那455台455台，但是徕卡有做了40几台的民用版，民用版跟它一模一样，但是后面民用版就是它释放到外面去，它并没有交给美国的军队嘛，那民用版当然就没有后面的这个美军的编号，那东西都一模一样。那这颗镜头呢，其实当初它有做了2个镜头。这一个是50f2， 它的系列叫 Aoken。那大家可能很多徕卡 fans 对 Aoken 这个名称会很陌生，非常的陌生我 Nautilus、Summilus 啊，当然那是光圈值啊。为什么它叫 Aoken 呢？那为什么后来现在都没有类似这样子规格的镜头？它好像也没有特别把名字 Aoken 有，我们把这颗镜头。它的50，它怎么那么小一颗？厉害吧？对，我刚刚有没有？它是50，我以为它是28啊，或者是像7枚、8枚这样子的大小。Aoken 哦，那当然，这颗镜头是我个人，这么多的 M 镜里面，如果说个人啊，我个人，我用过很多徕卡 M 的镜头嘛，论喜欢度，它绝对是最喜欢之一。有得买吗？有得买，有得单买吗？不要，这一颗镜头太难了。那我的之一没有很多啦，3名内。哇，但它光圈2哎，是，然后这么小一颗哎。那这个为什么它有我提一下有什么很特别的地方呢？那因为这一颗镜头它里面没有任何的胶合玻璃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它为了要能够在战场上高温啊、低温啊，那你就胶嘛，所以它用的很好的技术，它没有用任何胶合玻璃来做，没粘起来，玻璃没粘起来啊，所以它非常的透。那当然的造就了它的锐利度非常好嘛，用了就知道我们有一些，我当然这一个镜头我不是 K7A， 我也不是现在才拿到，只是刚好我们最近一直在做这些特别的系列，特别机种的开箱。对，那我一直想要找这一台来拍，但是都在我的一些客人手上。今天终于有机会见到它。对，那我也是第一次见到。它没有很完整，没有很完整。所谓的没有很完整，就是说，机身镜头不是都在吗？对啊。它这个不完整。它这个镜头有一个很特别的遮光罩嘛。对，跟一个盖子。那其实这一个是有的，但是那个东西我现在交给人家在帮他做一整理的，不是，算复刻好了哦。好，因为那种遮光罩，这个镜头是可以拿出去用的，那之前像
近10几年来、15年来，其实这一套虽然稀有啦，我经手的套数也不在少数的啦。那可是大部分都没有那个hook。哦，那这个 lens 当然品质很好，有一些照片我等一下讲一下。那这个机身呢本身是 M4P， 那可是它跟正常版的当然有一点不一样，所以它的基底是 M4 的基底来去做改装的，是做改装些什么东西呢？让它再能够耐高温啊、耐低温啊，而且防水防尘各方面都加强，做得非常好。所以你如果要论真的M 卡口的，这已经70周年了嘛哈，这些底片机对这台想用，那边比这台想用，耐摔、耐寒、耐热、耐低温。当然军用机哈，不是只有这一台而已，像日本人哦，其实对研究这种好的东西，他们是非常非常用心、很透彻的。日本人出过这个专门在写军用机的徕卡军用机的书籍。那这一本东西当然是日本人用这个杂志去复刻的，但是我说它没有很完整是怎么样？其实它的包装蛮特别的。它包装很特别。如果说像你可能没碰过了，像我们这种年纪哈，我们当过兵的哈，空投的东西，木箱里面还会有些牛皮纸箱、牛皮纸袋，它的包装就是牛皮纸袋在牛皮纸箱，然后它是分开的嘛，比如说它机身、lens、快门线哦、遮光罩、盖子，所有的配件、套子其实都是分开包，然后一包一包。应该是说它的那些规格都是军用规格的周边这样。对，然后包装也蛮特别。然后他们每一套机子里面会有所有的操作手册嘛，就是这本这个杂志还附它的操作手册。这个机子，因为美军当然会，到底是美军印的还是当然德国徕卡要提供嘛哈，它有操作手册啊。可是，一般的操作手册小小一本那不行啊，它的操作手册比这个还大，其实就是整个杂志 A4 这么大。这一本是这个杂志复刻的，然后好有趣哦。这个就刚好翻到这一页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它为什么是这样拿？不是，来，你有没有发觉这一颗镜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？这个是光圈嘛？对，它的光圈上面有一根拨杆。Why？ 为什么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然后这个是对焦拨杆，这大家最熟悉的对焦拨杆。你看为什么这么拿哈？当然我今天也小心一点，毕竟它很贵。你看，你如果要在战场上了哈，你要很快速的拍照，那通常我们拍照对焦，对，那光圈当然你可以这样子摸嘛，没错。不，直的拍的话，这个这样子就会遮到镜头，碍手。那你看哦，换成拇指压快门这样子压快门。然后你看哦，我这个食指，它操作手册也都有一样的图，有没有？蛮有趣的。当然军用的东西啦，其实我们都知道啦。其实我自己是念理工的嘛。那军规东西如果下放到商用的话，都是 top 的规格，对吧？我听到它很坚固，就很心动，然后又耐寒耐热，然后连北极都可以用。然后重点是它这颗50的镜头有点像7枚8枚这么小。认真讲，它应该比7枚再小一点哦。对，然后光圈还2。是啊。然后是1972年出产的。是加拿大厂，现在这一套机子应该是加拿大厂的巅峰之作。它有写加拿大。是，而且这个规格，刚才我们在猜啦。当然，现在为什么不去复刻一下？还是说再做一下 Aoken 这么厉害？我刚才有提到说它有做2颗镜头，对不对？一个是50 f2 Aoken，另外一个是
66 f2 Aoken，远焦那一颗镜头应该是我经营徕卡这个品牌，我也不敢说太久啦，这20几年来，那一颗镜头我到现在都没有经手过，还没有卖过，我也没看过。这么稀有？你一样，那你问我说那一颗镜头几颗？不知道，资料查不到。这一颗500颗，一下我们的网友，谁有那个？一颗人下面留言，拜托让我们见识一下，拜托拜托。Aoken 66 M 的哦 ，M 的66 f2。因为如果有阿公的爸爸的收藏在翻箱倒柜，麻烦一下，拜托下面留言，让我们看一下，谢谢。是，对，所以K7A 是一套当然军用机不止特别而已啊，而且也稀有。那你刚才有提到说，那这个我们能不能喜欢的话来收藏一套？对，我们以镜头来讲哈，我们都刚才提过钢嘴嘛，还是那比钢嘴还难，原版的哦，它也没有复刻啊，应该不行，应该没有复刻。不要说复刻啦，为什么你说1972年，那后面做了一些50 f2 的镜头，为什么不再去做这个系列？对，不知道，我们可能这个我讲了我不负责任，军规的东西是不是有专利或者是类似吧？你不能够再去，可能专利在美国海军身上这样。不晓得，我们不晓得，可是也希望再过个几十年，是不是也可以再来？因为网络这个镜头这个镜头是比那个52 APO 经典的镜头吧？对，我曾经2颗镜头放在一起比过，它比它还小很多我觉得锐利度。等一下拿一颗来比，我拍 B 漏到底小多少？然后重点是这一颗，我这边我跟你换一下位置。这个你看这个档案到时候，这个是我用 Aoken 镜头装在 M11 上面拍的， A11， 所以6000万像素的。对。你看这个在公园拍的，对，当然颜色饱和锐利度之外啦，你说它特别。我们讲的比较通俗一点，这是 M11 彩色转黑白，它的线条、它的调性、扎实度其实还蛮接近底片的。我真的很喜欢老镜头装在新机上面的这种感觉，就是介于模糊又介于清晰的锐利这种感觉，我很喜欢这种感觉。我再把那个档案给你，我也曾经我就是在等这个6000万像素，看有没有出白色的机种。你不要跟我讲教皇那一台，那个下个月要拍卖了。对，11月我是希望是6000万画素的那种。你我想要买白色的，这样白色的但是那一台，你如果有喜欢底片机吧，我叫它底片机吧。是啊，对啊，我还没有这个勇气去拍底片机，还不够这么厉害。没关系，那一台如果喜欢，你的起标价多少已经早就讲了，我可以帮你代劳一下，代拍一下。来，哇这。起标我没有记错，好像才1万欧而已啦，还好啦。还好啦，但是能不能标到是另外一件事情。1万不好意思，我有没有记错？1万欧还是应该是起标啦。它是开放这么低的门槛让大家进来了，但是那一台应该，因为它毕竟是属于公益性质的，而且很漂亮啦。你喜欢白色的是不是？对，我喜欢白色的。好吧。那个我在等新机啊，6000万的嘛，哈。对 ，OK， 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它。会的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你看这个 Aoken， 你看，哇，这是JPEG 档案直接1972年，然后 M11 新的数位相机，不错吧？我很喜欢这一颗镜头，第一小，坚固耐用不在话下；第二，它拍的影像。特别不是现代镜，它现在没有出复刻都没有，那我真的要买，我就只能够买这一台，然后整组买啊。对，整组，但是也要找得到。对，哇这，就全球500套，这周说真的啦，这个价格上要准备多少才会？像我说，其实像大家看到这一套，其实并没有所谓的连那些周边那么完整。那么可爱的一本美女都没有，但是这颗镜头很值得。光要镜头是不是？如果光要镜头的话，以这么好的品相，再连遮光罩盖这就完整了哦。怎么快门线都不用，就是你别传我这哈，爱传我这再来塞度丢一。那个
今嘛我有啦，免介济啦，150。150。哇，等一下带回家。哇，镜头而已哦，机身没有哦。那机身，机身，因为如果说真的买了回去，然后拍，然后要卖，它也是要连机身一起卖，这样子才有这个机会，人家去收这样。但是喜欢拍照的哦，说真的，突然拿不出来了。不，我喜欢这一颗镜头而已。也不是说底片不好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年纪的少拍底片的啦。对，那这好用。我再给你那个档案，我曾经把它接在你的X2D上面。哦，可是它这会有那个，因为一点点暗角，但是我们可以 crop 嘛，我们可以就是可以裁嘛，对吧？对，漂亮欸。我相信那个贵妇人装在X2D拍就已经很漂亮。对，那这一颗我这样一直看它的光斑，就觉得哇，赞啊！对，这个就很像7-8枚这样子的，但是就很不一样的味道。是，那当然，很特别的一台军用机。我其实不是军事迷，但是这个这样看完就觉得哦。好像真的可以排个队等一下，是啊，等一下这样。坦白讲，这种军用机，当然很多人会联想到那个什么那个 Safari 的军绿色的颜色，对，不一样啦。那它只是军绿色，只是为了让它表面比较耐吞嘛，手力上比较耐磨。可是这个是扎扎实实，连镜头的玻璃规格设计制造，连机身的加强防护。全部都是为了军用规格而来的。对，因为它有特别去，就是以军用系数的检测去认证，这是正式的军队。对，我原本order 的军用机，我想说哦，就这个编号很特别，然后它是这不是咱今麦你讲的手机的那种军规耐摔壳哈，这不一样。就是觉得说哦，它有编号，然后它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应该是说规格的编号，然后都属于美国通讯兵的。然后觉得然后它又是全球500套，然后从现在最里面最经典是民用版本，还有40几台而已。有，我有卖过。对，我一直以为你刚拿出来，它这个属于28或35的广角，没有50，结果这么小颗，50，对，而且是 F2。哇，好，我们下线之后我就交给你了。哦，交给我了。那这个款项之后再见。要看到连徕卡米其实要看到的机会都不高，我都说比 original 的钢嘴还要少，还不容易见。钢嘴我是没什么感觉，28真的吗？我是还好，因为我喜欢50的焦段。哦，那刚好。对，我刚刚以为说你拿出来一个7-8枚的感觉，就没有50的，很特别又好，各方面都好的一个镜头，真的很喜欢。这个底片呢，我已经是经典的徕卡底片。底片是不是？徕卡底片，徕卡底片。你知道徕卡以前没有做过底片吗？没有，我们上次拍那个铂金款的时候，你就有预告徕卡要出底片。好，那我们在聊的时候，我们科普一下，就是说底片1卷36张嘛，就这个规格。那这个就是35厘米的底片相机。当然底片相机。你知道35厘米的底片相机是徕卡发明制定的，它的规格它把它定出来。相机不是徕卡发明的，对，底片也不是徕卡发明的，但是为什么会有35厘米？到了你看这种规格，从什么时候开始？1913年，1913年。德国的一个算是他们的工程师吧，很厉害的，当然也是他们的元老之一。奥斯卡巴奈特，他把那时候的电影底片大嘛，那时候就有电影机的，对，他觉得这种东西那么大，那么笨重，他一直想要弄一个小小的机器，能够携带方便，对，能够把。然后他就打造了，所以说35厘米的原型机其实是奥斯卡巴奈特打造，据说只有3台。
那个是就是那个当初提到原型，那个不会上拍卖，那完全不会的。我当然我们之前有提过，在去德国来的时候，有亲人有看过几次，远远的看，防弹玻璃照着，看起来哈，看起来跟圣物一样。因为有一台是在徕卡的博物馆嘛，那1925年这样子规格的底片相机叫做徕卡 O。正式发售，1925年，那就顺带提一下，为什么徕卡今年在做100周年？2025多100年，对，他在庆祝很重要的徕卡35厘米相机徕卡制定完，然后量产正式发售的100周年。所以才会出底片，就对。所以才有这么100周年，有一大堆东西，有没有？那徕卡也很，他突然就做了底片，这个底片是黑白的底片，50度，那4个包装，很复古的包装。这个底片，你拿来拍也 OK 啦，但是大部分的客人因为买太稀少了，他说收着就好，我跟他说收着那个会过期呢，没有关系。其实我也是收着了。你能不能想象？我们这个如果说是那个军用相机，我们把它装一卷进去，拿来拍，哇，你把那些照片底片冲出来，把那些照片拿来我帮你印出来，我怕我拍出来都糊的。不，你要想说你要带着它去哪边拍，好，赞吧！我礼拜一去日本，我就带他出去。好，没问题。底片你有了吗？先跟你借，没关系嘛。那个账单啊，那个账。好，很特别的 K7A，OK， 非常棒，这个故事非常好的。是，对，如果有什么需要的，都欢迎 Photon， 对，赤峰街的 Photon 不要跑错。也不会跑错了 ，Photon 应该没有。Photon 不会啦，其实也蛮多外国的徕卡的 fans 朋友、职业摄影师，其实也常常会找来我这边的。对，那当然，我们继续努力找，有一些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拍烂。你的38号我们到现在都没拍嘛，对，一直都还没有时间。中秋节刚过，对，超忙，接下来要过年了。是，好，我们会继续提供一些很特别的机器，徕卡的限量机器，那来供你的一群网友，大家来欣赏。OK， 欢迎大家都来这里。OK， 是，我们就到这里了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谢谢。我是陆颖。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